今天我们呢继续讲这个《洛基山史记》哈，今天我们准备讲第二章的第6节哈，这个是一个华人的故事哈，这个人呢叫叶来晓，一般这里的人呢称呼他叫叶生。他这个人呢，他的成就呢在于就是在排华的年代，加拿大这个国家对中国人非常不公义的年代，但是这个人呢都是非常的成功的一个商人。而且呢，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下面呢，也是请水哥给我们读一读他的传记《洛基山史记》，作者介庸，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3章，铁路建设。第6节，华商叶来饶代理招聘华工。华裔商人叶来饶，字春田，1845年9月6日，出生于广东台山县盛塘村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是加拿大著名商人，在华裔加拿大人饱受种族歧视的时期，他的生意仍然非常成功。他不仅是成功的商人，也是加拿大的社会改革者和政治活动家。本地人尊称他叶生。1864年，叶来饶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前往美国加州淘金。刚到加州时，他在中餐馆打工，从洗碗帮厨做起，很快就当上了厨师。后来他到金矿帮采矿工人做饭，空余时间去河里淘金。很幸运的，他在这段时间赚到了一笔钱，于是回家乡娶妻。叶生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羡慕不已。年轻的同乡都纷纷请求他带他们去美国工作，于是他又一次回到美国，在蒙大拿州找到一份帮牛仔做饭的工作，这份工作也赚了不少钱。之后他又回到中国，娶了第2任妻子，并生了2个孩子。不久，他的第1任妻子去世，随后几年他又在结婚生子。那时的他有2个妻子，3个孩子。1881年，叶生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卡里布金矿区寻找机会。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在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情况之下，只能回到新西敏市当一名煤炭推销员。在寒冷的冬季，他用车子拉着一车煤，挨家挨户的推销煤球。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可以学到一些做生意的基本技能，例如进货、记账、开票、推销、收钱、发货等等。由于四处推销煤炭，他有幸认识了太平洋铁路公司美国承包商安德鲁·奥德登。这个承包商所承建的铁路工程是太平洋铁路最艰险的一段，他当时正因人手不足，无法完成铁路承包合同所规定的工期而发愁。经过接触，他对叶生印象深刻，并请他代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到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招募大批建筑铁路劳工。1882至1885年，叶生多次回到广州、香港招募中国劳工。理论上，当时加拿大的工资是中国工资的300倍，实际他们所拿到的工资只是理论数据的10%，所以应招工人非常踊跃。叶生前后为太平洋铁路公司招募了70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从香港出发，停靠日本横滨，需要在海上颠簸50多天，再到维多利亚。第一批劳工由于船上的生活条件恶劣，伙食不合口味，上岸后大部分人都身体虚弱，不能马上开始工作。叶生向公司反映这一情况，太平洋铁路公司马上通知航运公司改善工人在船上的生活条件，使得后来到岸的工人可以立刻投入工作。到岸后，劳工们还要步行差不多1个星期的山路才能到达工地。首先，他们从维多利亚坐蒸汽船到新西敏市，再转另一艘蒸汽船到耶鲁镇，从耶鲁镇开始步行到甘露市。叶生在这段期间担任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部记员、计时员和发薪付款员。由于他工作表现优异，迅速晋升为中国劳工管理员，负责调解劳资纠纷和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纠纷。他从事这一职位一直到太平洋铁路工程完工。1885年，
叶生回到中国，又娶了2位妻子，生了很多孩子。那时他共有4位妻子和23个孩子。1888年，他回到加拿大，创办自己的企业永生公司。该公司作为劳务公司，继续提供太平洋铁路公司华工招聘的劳务合同，同时经营远东地区的进出口业务。由于叶生曾任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因此永生公司作为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中国业务代理商，业务范围包括继续给铁路公司提供人力资源、大米、丝绸和服装进口、盐飞鱼出口和来往中国的蒸汽轮船票务代理，办理华人寄钱、寄信、寄包裹的等业务。像其他几位温哥华中国商人一样，他的永生公司还进口和加工鸦片。1889年，叶生在温哥华片打东街投资20万建造了永生公司大厦。根据温哥华市政府档案记录，这栋物业是当时4大华人公司在物业投资当中价值最高的。叶生的家族生意蒸蒸日上，他和19个儿子、4个女儿、3个妻子都住在永生大厦，同住的还包括他的许多堂兄弟。叶生虽然从来没有正式学过英语，但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口语。他雇佣了2个秘书，一个讲英语，一个讲中文，帮他处理公司对外业务。1903年，叶生开始投资开发房地产，在温哥华的广东乡购买土地，并新建了11个物业。1904年，在温哥华片大街又发展了另一栋物业，价值超过5万元。后来这些物业都陆陆续续易手，并被拆除重建，只有片大街的永生公司大厦一直保留至今。1908年，叶生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业和房地产投资商人，在华人社区享有崇高的领导地位。他帮助建立了温哥华中华会馆、温哥华中国贸易会，并担任温哥华中医院总监。他还帮助温哥华华人社区开办公立学校。叶生也参与了通过中华帝国改革协会推动的中国政治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叶生剪掉辫子，脱掉唐装，改穿西服。他一直资助康有为推动满清政府改革维新。1927年，叶生去世，安葬于温哥华山景公墓。叶生为他的18个儿子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女儿虽然没有分得任何财产，但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其中一个女儿叶剑玲就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 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22年，她跟随丈夫回到广州任政府英文翻译，也当过女子中学校长，最后在中山大学任英文教授。退休后回到加拿大。借中评论，叶来饶介绍7000多个中国劳工来加拿大修建铁路，中介费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受雇于太平洋铁路公司这一段经历，使他建立了上层人脉关系，也学会了西方商业经营管理模式。这些经验都为他日后开创自己的贸易公司奠定了基础，并且让他的进出口贸易做得如鱼得水，蒸蒸日上。华人来到加拿大要成功立足，必须要有商业头脑。这商业头脑并不只局限于开个中餐馆、杂货铺、洗衣店，要深入加拿大当地的成功企业，认真学习本地经营管理方法。中加两地相隔万里，必然有互补需求的产品或其他商业投资机会。华人既有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懂得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思维方式，做两地贸易自然得心应手。所以在当时对华人充满歧视的加拿大社会，仍然有不少成功的华裔企业家脱颖而出。读完这个叶生的传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呢，尽管在这个非常华人是非常受歧视的年代，都有一部分的中国人呢是成功的，他们是用自己的努力还有自己的奋斗的精神，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中这个叶生呢，就是
当中的佼佼者。有很多读者跟我交流，书里面写他有4个老婆，19个小孩。这个事情呢，当时呢在大清律例呢是可以一夫多妻的，所以呢有这么多太太啊，还有这么多小孩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啊，在香港啊，或者是在加拿大这里的有钱的华人呢，都是一夫多妻的。我们再补充一些资料他本身是保皇党的就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呢，当时呢也逃亡呢，来过加拿大，而且呢在加拿大呢住了很长的时间的。叶生呢，他是支持这个康有为。为什么这么多华人去支持这个康有为呢？因为这个康有为呢，他是告诉人家他有这个皇帝给他的叫衣带诏衣带诏书就放在衣带里面缝好了一个秘密的诏书，但是他从来没拿出来给人看过。很多人说他是吹牛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就所以支持他因为有很多华人呢对这个皇帝都是非常忠心的。那其中这个热生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个康有为。我经常带团到唐人街呢，我都会介绍这个林溪荷塘，当时就是保皇党的一个总部就设在那里。唐人街还有一些叶生的一些物业就是那个永生大厦，在 Panda 街上面写着1888的那个楼呢，就是当年的永生大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叶生呢，就是他的后代呢，也有很多是很有成就的就是有一个是在广州当了一个中学老师呢，叶剑宁退休了以后呢，就回到温哥华了。他的儿子还在。前一段时间呢，《星岛日报》还给他做过采访，所以他也有介绍他母亲的一些事迹。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是医生，帮助筹划这个华人医院等等都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呢，我特意的就是写了他这个叶生的传记。在那个时候呢，华人呢，从经济实力的角度呢，是并不是很差，但是呢，就主要是政治的影响力很低，特别是国家的法律政策都是直接的压迫这些华人，所以呢，这种压抑的情绪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跑回中国。加拿大呢，大概是192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北美洲是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了，很多中国人呢也是排华年代了，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呢就跑回去中国。这个叶生呢，本来他的那个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呢，也是2次大萧条长安街不断的人口流失，让他的生意呢也差了很多。因为华人呢，就是很多都回流了因为你这个国家对我们不好，那我们不是非得要待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回到中国去很多都是这样现在唐人街呢，还有很多那些纪念他的一些照片，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温哥华的唐人街可以参观一下有很多他的遗产遗物可以了解。